经历了上辈子的痛苦与不甘，我重生到了那一日，岳母逼我妈卖房凑彩礼的那一天。我直接暴力撕掉了彩礼单子与买卖合同。岳母怒目横眉，大骂道：“信不信我不把女儿嫁给你了？”我冷笑了一声，看着上辈子给我戴绿帽的女人，狠狠呸了一口唾沫。这辈子老子我再也不会帮别人养孩子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明明刚才我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常年的辛勤劳作使得我才40几岁就得了淋巴癌。新开的店面我还没过继到儿子的名下，就突然间病倒，直接被送进了医院里。意识沉浮的时候，我听见了妻子与医生的对话：“患者其实还有救的，我觉得您作为他的妻子应该再考虑一下。”可妻子的声音却如同6月飞雪般寒冷，只是淡淡说了句：“不用救，没有意义。医生可能为我不值。”他继续强调了一嘴：“只要用上靶向的药，患者至少还能活很久。”可这次轮到儿子在一旁说：“我妈说的话你听不懂吗？医生就应该听我们家属的话，对不对？”医生觉得母子2人不可理喻，直接走了。我想喊出声说我还没有死，再看我一眼好不好？可朦胧中只听到了儿子与妻子的对话：“妈，那老东西还没把新门店的股份转给我呢，要不要找律师来花钱写个遗属什么的？他都快死了，还花什么钱？别忘了你亲爹马上就要出狱了，到时候我们一家就会团圆。这老不死的就算没立遗嘱，但他家里已经没人了，所以他所有的遗产都是你的。”亲爹？什么亲爹？我的意识越来越淡薄，可能是因为人之将死，所以思绪也清明了不少。原来我一直都顶着个大大的绿帽，在为别人养着孩子。我辛辛苦苦操劳一生，居然是在为别人做嫁衣。突然，女儿尖利的声音在我耳旁响起：“她可是我从出生宠爱到大的孩子，应该不会看着我就这么死去吧？”万万没想到的是，她直接朝着妻子与儿子喊道：“你们能不能行了？还没搞定这个老不死的，你们下不了手，我来。”说完，他直接拔掉了我的氧气罩。巨大的窒息感扑面而来，全身的血液好似在燃烧一般，痛苦不甘直接侵占了我所有的意识。可我不想死啊！就在这一刻，我重生了。看着眼前正流泪握着笔的母亲，我呆愣了几秒，想什么呢？赶紧签字啊！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些彩礼准备不齐全的话，我才不会嫁给你儿子呢。王颖不耐烦，冷着脸催促着母亲。可面对家里父亲临死前留下唯一的房产，母亲实在是写不下自己的名字。我的心脏在这一刻扑通扑通跳了起来。既然知道了上一世自己的结局，还有那顶大大的绿帽，我怎么可能再去走一遍原先的老路？你们能不能快点呢？要是不想卖的话，我就走了。这次催母亲签字的是专门干房产的人。父亲留下的房子是老旧的城中村院子，虽然不大，但地理位置极好。本来不要彩礼，想直接结婚的王颖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变了卦，非要一大串3金之类的东西。也就是这天，他带着干房产的这个男人逼着我母亲卖房。上辈子这个房子加院子卖了几万块钱，对于面朝土地被朝天的我来说，那真是一笔巨款。当时我还把这个男人当成恩人，卖完房子还给了他不少谢礼。谁知道没多久，这片城中村就动迁了。他直接转手把院子卖了当时买房10几倍的价格，
这一次我绝对不会如他们所愿。母亲踌躇了一会儿，刚动笔要签下自己的名字，我直接跑上去抢过笔说：“不卖了，我家不卖房子了。你说不卖就不卖呀，那我家姑娘的彩礼怎么办？”王颖他妈一听就急眼了，因为这个人就是他联系来的。本来还想着把自己姑娘嫁给个富二代什么的，后来是听干房产的人说这里值个几万块，他才同意的。要知道，在他们老家那里，彩礼一般给的很少，不是3.8万就是5.8万的。也就我这个冤大头愿意把卖房的钱都拿出来娶他姑娘，可这辈子岳母的小算盘要打空了，我不娶了。我冷笑着瞥了一眼王颖和他妈，王颖妈立马起身，那张算计的脸都快顶到我心口上了，直接拽着我的衣领子骂道：“我姑娘怀了你的种，你说不娶就不娶了呀？”我直接嗤笑着说：“孩子是谁的，你应该问问你姑娘，而不是问我。”这句话一出，王颖的脸色立马和打翻的五彩颜料一样花了胡哨。王颖妈狐疑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她姑娘的模样，心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，直接松开了手。干房产的男人却有些等不及了，毕竟这里是城中村占地面积最大的地方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你10万怎么样？你是想娶妻子，还是再买个房子什么的都够用了。谢谢，我说得很清楚了，我不卖了。我直接开门做了个请的手势，我再加3万，13万，有这些钱，哪个姑娘不想嫁给你？而我却冷着脸不为所动。打开门后，看着外面蓝蓝的天，我才真的感觉自己重生了。看我没什么反应，干房产的男人也急了，他撂下狠话说：“别自以为是，到时候这破地方砸手里，你想哭都来不及。”我猜测他肯定是知道什么内幕消息，可他当我是吓大的吗？都死过一次的人，我现在什么都不怕。要知道，我家这块地到时候可是城市中央地区，只要一开发，这里立马寸土寸金，我熬得起。也许是怕这群在纠缠，我直接上手把他们全部推出了家门。听着他们在门口的叫骂声，母亲流着泪，一脸不解。我只是垂着眼，跪在地上磕了几个头。妈，我不会娶王颖的，也不会让您卖了这个房子。还好母亲还是愿意听我的解释。想起上一辈子因为的我私自当天就怂恿母亲着卖了房子，然后王颖从中作梗，拿着所有卖房子的钱，说是嫁妆，不让我再与家里来往，害得母亲没人照顾，也没地方住，露宿街头，没多久就生病去世了。这一次我一定要好好补偿他老人家。磕完头后，我起身抱住了母亲瘦弱的身体，瞬间泪水糊满了眼帘。妈，母亲怔住了，担心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不卖房子了？你不是说要娶王颖吗？咱家穷，只剩这套平房了，如果不卖了，他你怎么娶妻子？而且王颖还怀着你的孩子，你让她一个大姑娘怎么办？”不管什么时候，母亲都会为了别人着想。以前他就是个善良淳朴的人，哪怕是现在他还是这个样子，丝毫没有改变。不卖了，咱不卖房子了。我抹了把眼泪，拉着他粗糙的手说：“可是彩礼咱家拿不出钱啊。”我直接说道：“我不娶她了，我不娶王颖了。”母亲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，但在他的眼里，自己的儿子绝对不可以是一个渣男。他大声呵斥道：“咱可不能丧良心啊！王颖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，你爸是怎么教育的？男人必须要有担当才行，都是一个地方的人。王颖是什么样的人，其实母亲也清楚得很。但毕竟这次是因为我睡了那个女人，
所以即使母亲不喜欢王颖，但也同意让我娶她。我知道母亲误会了，便赶紧开始解释：妈，她肚子的肿根本就不是我的，是王颖陷害了我。记得半个多月前，都快晚上吃饭的时间，王颖来找我帮她家搬东西。我本来干完活就准备离开，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王颖居然愿意留我在她家吃饭，还特意给我倒了杯酒。要知道，王颖可是我们这个城中村里外来人中长得最漂亮的姑娘。我都20好几了，哪里见过这个阵势？手忙脚乱就喝了她递过来的酒。等半夜的时候，我头疼醒过来了之后，就看见了王颖光着身体躺在我的身边。当时我吓得直接拿起衣服就跑路了，根本没想到那么多。直到几天前，王颖他们娘俩上门来说怀孕了，必须让我们俩结婚。上一辈子的我从没处过什么对象，以为自己真的是犯了浑，把人家大姑娘给睡了，满心愧疚。再加上王颖他妈一口咬定是我对不起她姑娘，我自是百依百顺。而且一想到还能娶上这么漂亮的妻子，也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，所以稀里糊涂下就答应了他家所有的条件，还不惜卖了唯一的房子。没过7、8个月的时间，王颖就生了个儿子。那时候我为了养家糊口，特意跑出去学了摊煎饼这个手艺，早出晚归去摆摊，每天走街串巷，不管天气如何，都是每天2、3点起床，然后晚上7、8点才回家。我为了让全家过上好日子，真是拼了命的挣钱。几年后，终于对下个门店。王颖在这几年里一直对我不冷不热，也从不和我睡一个屋子。她说我影响了她和孩子的休息。只是有一次过年的时候，我喝多了，我们俩才睡过那么一次，有了女儿。我骨子里是个极为传统的男人，虽然妻子不爱我，但一想到自己儿女双全，也就觉得这辈子没白活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养的这一家子居然全是白眼狼。母亲一听说孩子不是我的，立马放下心来，因为她很了解我的为人，只要不是你的孩子就行。王颖和他妈不是什么好人，以后我们不要与他家来往了。说来说去，母亲还是不忍心说出一句重话，哪怕是自己的儿子被算计到这个份上，她都没有骂那娘俩。一夜无眠，上辈子那一幕幕整宿都在我眼前闪过。我窝在被子里哭了笑，笑了哭，等天都要大亮的时候，才迷迷糊糊睡了那么一会儿。可刚睡着没多久，王颖他妈骂骂咧咧的声音直接把我做醒。你们老李家这个不要脸的臭小子啊，睡了我姑娘拍拍屁股就不管了呀，有没有天理呀？我一屁股坐了起来，直接披了件外套就跑了出去。只见王颖他妈穿了一身扎眼的大红色裙子，坐在我家门口破口大骂，而母亲却一脸凝重站在一旁，丝毫不为所动。我知道母亲她不会骂人，只是翻来覆去说着一句话：你姑娘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儿子的。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太了解了。很快，我家院子外面就站了一群看热闹的吃瓜群众，他们七嘴八舌，但说的话我都全部都听见了。平时看小李也挺老实的，怎么会干这种事情？是不是搞错了？可拉倒吧，没听说过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居然祸害的还是王家姑娘，不娶真是说不过去啊！听到人们都在议论我，王颖他妈立马来了，气势起身就想抓我妈的头发。我上前一步，把母亲护在身后，只是冷着脸笑道：现在人不少，要不然你再继续喊一会儿，最好是把咱们这里的人都叫过来，然后让大家吃吃瓜，听听细节，
看热闹的人一听，立马来了劲，快说说小李，这么多人都等着呢。我直接一把推开了王颖他妈，对方没站稳，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。他刚要咧开嘴继续骂我，可我则是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可能是因为我的眼神过于可怕，所以王颖他妈怔住了。毕竟从前的我都是唯唯诺诺，任他们娘俩说啥是啥。突然间看我气势这么足，一时间他也没声响。来，王颖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我看向人群中站着的女人，招了招手，继续说：既然你妈都说出这种话来，你还躲个什么劲儿？站在这里的都是人精，一听我说的话就是有内情，立马给王颖让出了一条路出来。没有办法，王颖只能慢吞吞走出来，不过看向我的眼神就好像要喷火似的。我笑了笑，转身问道：王颖妈，你来说说我是怎么当上这个便宜爹的？王颖他妈不明所以，但还是如是说：半个月前你帮我家搬东西，大半夜衣衫不整跑了出去，我一问才知道你睡了我姑娘。我点了点头，向人群中喊了一嗓子：刘叔，你是咱们这管事儿的人，当着大伙的面你可是要做个公证人。邻居老刘家的是我们这个村的书记，本来他还想着帮我的忙，不想我自己直接提了出来。一看是书记来了，王颖他妈立马起来拽住对方的袖口，哭天喊地：刘书记呀，你可要为我姑娘做主啊！刘书记蹙眉赶紧抽手，然后朝着我说：小李呀，如果真像王家说的那样，你这可是犯罪啊！我笑了笑，一脸气定神闲。行，这么多人在这里看着呢，大家都给我做个见证哈。我一把扯过王颖他妈问道：你确定了是半个月前，对不对？王颖妈点了点头，一口咬定地说：确定，因为我有卖二手家具那个票子。我大声朝着人群说：来，大家看看，王颖的肚子有几个月大了？各位婶子们可是都怀过孩子的吧？半个月大的肚子能这么大？此话一出，不止刘书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就连看热闹的大妈们眼睛也是雪亮的呀。这肚子不得个3、4个月了吧？我看都不止4个月了，怀孕半个月想查出来都有点难吧？天哪！莫非这肚子里怀的不是孩子，是个西瓜？居然这么大！上辈子我是个毛头小子，哪里懂这些？但王颖后来怀女儿的时候，我可是照顾来的，看得一清二楚。王颖震惊地看着我，他明白自己是被耍了，立马捂着脸跑出了人群。面对人群的指指点点，王颖他妈也没了刚才的气势，只想问问自己姑娘怎么回事。可看热闹的人哪里是这么好糊弄的？大家都是本分的农民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直接又扯衣服又吐口水，一时间骂声四起。真他妈缺德呀！自己姑娘那么大个肚子，还好意思说是小李家的种，还好没上当啊，要不然小李这一辈子不就被王家给毁了？我没管人们怎么骂王家，只是一个劲朝刘书记道谢。从刘书记满意的眼中，我知道这次我不会再被那娘俩赖上了。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看着刘书记的脸，我突然想到了我发小今晚要出事。刘书记的儿子刘平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好兄弟，上辈子因为我入赘了王颖家，所以直接与他断了联系。可等我再回来的时候，就听说他因为意外死了，好像是什么煤气中毒。因为刘平住在后屋那头，所以整个刘家就他没有抢救过来。定了定心神，这辈子我一定要把人救下来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想要怎么办。毕竟现在这天气，农村平房都烧煤，
我也不能跑去阻拦对方。我一直都心不在焉的，哪怕是躺炕上，都在寻思这事。等后半夜的时候，我再也躺不下去，直接穿衣服出了门。先是跑到刘家前院，敲了敲窗户，在没等到回应的时候，我直接跑去了后院。农村一般睡得都早，一想到现在都后半夜了，我立马拿起砖头，直接把一扇玻璃敲碎了。刚打碎玻璃窗，迎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子浓烟，直接把我呛到咳嗽了几声。救人要紧，我直接又砸碎了几块玻璃。周围邻居听到了砸玻璃的声音，以为是遭了贼，也赶紧跑了出来。看见滚滚的浓烟，才发现出事了，赶紧跑过来帮忙。就这样，刘书记一家被整整齐齐救了出来，直接送到了市医院里。好在我救人及时，所以他们一家子都没什么大事。等医生忙完了，才发现我也受了伤。可这种匪夷所思、未卜先知的事，一时间也说不明白。我只好包扎完，偷偷回了家。母亲因为吵闹声，而且我也不在家，所以问了一嘴。我大概讲了一下，累得够呛，还没等说完就睡着了。因为我救人这件事，刘书记亲切地认了我当他的干儿子。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，只是不想发小惨死，没想到居然还多了个干爹出来。接下来的事可就有些魔幻了。死去父亲的工作名额突然降临到了我的身上，我被通知去厂子里上班，一下子就从农民成为了国企的正式员工。我拿着手里的通知单，还在傻笑。刘平跑过来喊我带上母亲去他家吃饭。饭桌上的刘婶子拉着母亲的手，拿出刘平的新衣服，非要让我穿着上班。母亲激动到眼眶都红了，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刘平有的小礼也都有。刘书记亲自招呼我们娘俩上桌吃饭，可刚吃了没几口，门开了，居然是王颖他妈拎着一包点心走了进来。屋里的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。亲家在这里呢，那我就明人不说暗话，咱们把2个孩子的事办了吧。王颖他妈直接一甩屁股，想坐在桌上几个位置，可刘书记一家都没动地方。刘平上面还有一个姐姐，她的脾气不好，直接把点心扔了出去，内涵道：什么东西都往我家拿，脏不脏啊？王颖他妈脸上的褶子都快堆满了，她丝毫不在意，笑道：哎呦，很快咱们就都是一家人了，咋还这么见外呢？你他妈谁呀？刘平起身骂道：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，你们听我说完啊。王颖妈也不藏着掖着了，直截了当地说：就算王颖肚子里的孩子不是小李家的，但他们2个人睡过一个被窝，这你们不能否认吧？所以必须得负责。王颖他妈此话一出，刘书记都绷不住了，直接把筷子摔在桌子上，骂道：混账东西，说什么瞎话！虽然气势吓人，但今天王颖他妈来就是为了让我这个冤大头赶紧娶了他姑娘，毕竟肚子已经瞒不住了。我说的可是实话，小李可不能白占我姑娘的便宜。再说了，这附近谁不知道我姑娘长得好看，不比城里的女人差。就小李这个模样的男人能娶到我姑娘，那他真应该烧高香了。给我滚出去！刘婶子平时说话细声细语的，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。只见刘平他姐直接拿起笤帚就往王颖他妈脸上招呼。王颖他妈一看这样不行，就边跑边骂道：刘书记一家打人了，我不活了！这么一嚷嚷，附近又跑出来一群看热闹的邻居，人们开始问道：刘书记啊，你们家这晚饭时候干啥呢？刘婶子气得全身直哆嗦，她指着坐在地上哭闹的王颖他妈说道：
乡亲里道的。你们见过有这样当妈的人没？陷害小李不成，现在又跑出来让人家大小伙子给他姑娘肚子里的野种当便宜爹。毕竟刘婶子的脾气，附近的邻居们最为了解，他们立马出来安慰说：“别生气了，刘家的交给我们。”立马就有看不惯王家的婶子出来，指着王颖他妈就破口大骂：“王家的，你们还真是没王法了是不是？陷害别人这事咱们先不说，小李多好的一个小伙子啊，可是咱们这里见义勇为的英雄。你姑娘肚子里不知道怀的是谁家的野种，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抓着别人家男人当便宜爹。今天街坊邻居们都在这里，我儿子可是律师，我要让我儿子写诉状告你去，告你个诽谤罪。你人还有几分脾气呢？今天这个事咱们没完。”邻居婶子这话一出，这一下可是热闹了。平时本来就不满王家的人，立马就开始趁机会发泄，你一口唾沫我一脚的。没多久都把王颖他妈的脸抓花了，还直接送去了派出所。这次王颖他妈可真是怕了，最后灰溜溜的跑路了。没想到这一事都不用我动手，就把上辈子的岳母逼上了绝路。但这还没完，我知道王颖有个姘头，也就是当时女儿摘我氧气照教的那个男人，他一直都在坐牢。只有王颖这个恋爱脑想把那男人的儿子给生下来，让我这个冤大头养。我事业有成的时候，他们一家子人团聚，还故意搞死我，那我就断了他们一家子财路，看他们还怎么折腾。我直接匿名举报了那个男人犯罪的事实，证据什么的警察们自会找出来。听说王颖因为肚子越来越大，成天在家哭天喊地的要生下来，但王颖他妈不同意，两人个每天都吵个你死我活。毕竟挺着那么大的肚子，谁还愿意当接盘侠？我就继续等着那小兔子崽子生下来，让他知道他的爹是个什么货色，这辈子不用再去摊煎饼。我开始正常上班了。掐着时间，本来我们这里应该要动迁了，可是还没有动静，这让我不由得怀疑，难道是因为我重生了，所以改变了一切？这天我刚下班回家，就看见刘书记居然在等我。他开口就说道：“小李呀，你给干爹我拿个主意呗，咱这房子卖不卖呀？”原来是那个知道内幕消息的地产商又开始大规模收房子了，整个城中村的人他都喊了个遍，弄得一时间人心惶惶。现在大规模的改造还没有动工，偶尔只是听说要拆迁这里，但一直都没消息。但各个家毕竟都占着地号，所以那个干房产的男人直接用现金收房。所以很多人都心动了，而且也有人直接就把房子给卖了。毕竟经历过上辈子，所以我知道未来拆迁的政策是什么。这里土地的面积，只要没盖房的，全部用现金补偿；盖过房子的都算上面积，直接补给同等面积的楼房。经过这一次拆迁后，应该会有不少人手里都把着几套楼房，可现在这群人却不知道未来的事情，还只是看着眼前那点蝇头小利。小李呀，哥再给你加2万块，一共15万，你看成不成？干房产那男的抽着烟继续往上加钱。我冷笑了一声，并没有说话。你小子真是不知好歹呀！就你家这点房子，除了院子大点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就算是现在现盖房的话，拆迁那头也不会算上面积，到时候别连个一屋一厨都换不上。我知道这个男的就是用这种说辞吓唬邻居们，所以很多人都卖了地号。滚！我们不卖，
我也懒得和这种人沟通，直接把人撵了出去。刘书记一看我这个样子，心里立马有数。我只是淡淡的说：“干爹，不怕你笑话我，咱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有客运站中间的位置，还有火车站。等路扩开了之后，咱们这里不就成枢纽了吗？你猜为什么干房产的人为什么不停收地号？不就是为了这点利益？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卖不卖房自己心里都有数。不管这一世如何变换，但城市的规划可是不会改变，所以只要耐心等待就行了。”送走了刘书记后，天空上飘起了雪花。我刚准备转身进屋，就看见一个急匆匆的身影从后面柴火垛子跑了出来，赶紧追了上去。原来是王颖他妈使坏，把我家的篱笆墙推进了臭水沟里。东北寒风刺骨，稍微没冻上的臭水沟现在已经上了冰，没了篱笆也好，省得我再花钱找人拆了。第二天，我直接借了点钱，在后院盖了一间房。虽然有人说这种房子拆迁是不给算面积的，但我还是用砖砌上了，然后还把之前住的房子也用砖多垒了垒。没想到过了才半年时间，突然拆迁的消息传了出来，几家欢喜几家愁。没卖房子的人满脸喜色，而早早就把房子卖了的人则是愁眉苦脸。再一次看见王颖的时候，原来他居然和那个干房产的搅合在一起了。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，还朝我吐了一口：“我呸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，什么东西走路都带骚味。”刘平一看人来了，拿个破拖布直接一挥，又脏水又毛毛的，直接落在了王颖的新衣服上，吓得他差点摔倒。看见王颖已经消失的孕肚，我还觉得挺好笑，毕竟愿意给别人当便宜爹的人还是少数，就是不知道干房产那男人知道后会怎么个表情。夜里的时候，母亲有些沉不住气了，毕竟我家后面那个砖房是去年刚立起来的，听说咱们家那个新盖起来的不算面积呀，怎么办呢？儿子，我只笑着说：“妈，你放心吧，你儿子我可不做没把握的事。据说还有几天就开始走拆迁的流程了，现在所有人家的户籍都已经冻结了，就等着来人量房子了。像我家这种匆匆盖起来的砖房，也不知道最后能不能验收成功。好在天助我也，一场天灾悄然而至。很多农村房子都是由泥草混合盖起来的，所以根本就抵挡不住大风，直接被掀翻了不少。等来量房子的人看见我的房子啥事没有的时候，干房产的男人不服气，立马就开始说：“他家这地方可是去年刚盖起来的，同志啊，你们可不能给这房子算面积，他家实际就前面那个小破房。可人家只是看有几个房子，根本就不管啥时候盖起来的，只要是大风没刮飞的，全算上面积了。”干房产的男人碰了一鼻子灰。王颖他妈就是看不得我家发财，所以气到直跺脚。上辈子被王颖一家祸害的房子，终于有了结果，我这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。给房号补偿的那一天，我们都挺激动的。叫我名字的时候，我还有些有同手同脚，才走上了台。这是你们家的房号，还有补偿款。工作人员把文件递给了我，然后又说道：“对了，你家因为面积太大，所以楼房只能拿到3套住房。”听到上面的话，台下的人群立马议论纷纷。这时候，王颖他妈的声音特别突出，我就知道李家那个破地方啥都分不到，切，就3套房子好够干啥的？工作人员并没有管下面人们怎么议论，而是笑着和我说：“是这样的，
面积太大的人家不只有楼房和补偿款，还有一处马上要盖起来的商场摊位可以划分。只不过那个摊位面积不大，以你家的面积来说，可以换成2个。你同意吗？如果不同意的话，可以全部换成现金也行，反正这东西看你自己。2选1，告诉我一个结果就行。我表面不动声色，但此刻的内心却已经敲锣打鼓。我换商场的摊位。母亲有些着急，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儿子，咱不行，还是要钱吧。”重生后的我却知道，将来工作人员嘴里的商场会成为什么样的地方。回到座位上的时候，王颖他妈还一脸不屑，可他们哪里知道，那个商场将来会成为城市中心的建筑地标。到那个时候，一年光一个摊位的租金就可以要到100多万。我手里拿着的那里是什么摊位呀？这就是妥妥的印钞机呀！2个摊位一年最少200万打底，如果过个5、6年的话，租金会涨到150、6那样。别的不说，就算不上班，成天在家收租，也足够我美美活完这辈子了。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可突然间，王颖居然带着刚生下没多久的孩子来找我。我当时正在帮刘书记家搬家呢。王颖进来，直接把孩子往地上一扔，就开始哭哭啼啼。我告诉你李泽，这孩子就是你的种，你要是不认这孩子，那就让他今天死在这里吧。刘平他姐气到不行，直接就要拿着扫帚把人赶出去。可无奈孩子躺在地上哇哇大哭，一时间所有人都拿王颖没有办法。我愤怒到真想一拳打死这个女人，可当看见王颖那算计的眼神，立马就冷静了下来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是不是我的种？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吧。王颖知道我这人吃软不吃硬，她立马抹去眼泪说：“我的儿子未来需要有保障，所以你必须把你手里的摊位转送我给一个。”听到这里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看我分了2个摊位和3处房产，这女人居然立马就打上了我这个冤大头的主意。难道她还以为我是那个上辈子什么都不知道不明白的穷小子？我直接拿出手机开始报警。警察同志，这里有个女人疯疯癫癫，把孩子遗弃就跑了，你们赶紧过来抓人吧。王颖没想到我会报警，立马开始骂人。李泽，不用你不承认，这孩子这么白，一看就是你的种，怎么可能会是他？是什么？他是谁？我笑了笑说：“怎么不往下说了呢？哦，对了，孩子的亲爹正坐牢呢。他亲爹确实长得挺黑，所以就变成了我的种。你怎么不说是你家那位干房产的种呢？难不成他不行？”我刚嘲讽完，那个不行的男人就立马来了。他看见孩子被扔在地上，还想污蔑我一通。其实他早就知道自己这辈子不会有后代，所以才要把着那么多房子。因为只有钱才是定心丸，所以即使当时和王颖有了奸情，但他还是愿意顶这个绿帽。可前几天他才从朋友的嘴里知道，这个孩子的亲爹居然是自己的死对头。他怎么可能帮死对头养孩子？立马就甩了王颖他们娘俩。男人开始吵吵，这么多人看着呢，李泽你居然连个孩子都打，你赔钱，你把我儿子摔地上了，得赔偿我钱。周围的群众又不是死人，全部都指着这一家子骂骂咧咧。干房产的没想到所有人都向着我这面，他还在说些什么时候，人群中居然冲出来了一个男人。那个男人长相阴狠，皮肤黝黑，直接操起一个镐把子抡在了王颖的头上，血流了一地。干房产的也看傻了，你这个淫妇居然背着
我找别人。当时我只想到了一个词语：脑瓜子开瓢。王颖翻了个白眼后，仰倒在了地上。原来是他的姘头出狱了，知道了那些破事，所以来报复了。王颖他妈一看自己家姑娘被打死了，立马发疯一样，拿起了铁锹也打了过去。可他哪里是出狱男人的对手？人家几下子就把人放倒，也给了他几镐把子。这下可好，附近一下成了凶杀案现场。不过因为刚才我提前报警了，所以还没等那人跑路，警察就来了。干房产的那位瘫软在地上，都吓到尿裤子了。王颖和他妈也不知死活，只剩下那个小婴儿单薄躺在地上啼哭不止。可那都不关我什么事了。几年后，我们这个城中村的人都回迁了，大家几乎都认识，还是继续做邻居。没想到王颖一家居然也搬过来了，只不过现在那个女人被打中了脑部，已经变成傻子，不认识人了。只有王颖他妈成天辛苦照顾着那个小男孩。可听说那个男孩是个超雄，成天对自己的姥姥和妈妈拳打脚踢的，这都是后话了。我这几年也没闲着，自己努力读了夜校，然后参加了高考，并且成功上了一所不错的大学。虽然年龄比其他人大一些，但总算是有了个正规的文凭。我还和刘平的姐姐确定了男女关系，两家已经准备在我读完大学的时候订婚了。现在我成了妥妥的人生赢家，手里把着房，兜里揣着钱，白天有说有笑，晚上睡个好觉，见过了世面，也丰富了自己的内心，独行也如众。相信不久之后，我会成为一位更加优秀的男人。上辈子的破事就让它烟消云散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